射卫星，这不是今天才发射，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它不断的在发射卫星，他们有很多太空的探测、各种的科研的活动，这是他们的事情。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它发射卫星，我们担心它残骸落在我们的土地上，飞越我们台湾领空，所以我们发布国家级警告、国家级警报。像这个事情到底是扰民还是选前的有心人在借选呢？我们看看蔡总统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人在陈其迈旁边，地点在高雄哦。警报响起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他没有手机吧，所以他看了一眼陈其迈的手表。因为是智慧型手表哦，所以有显现一些这个讯息哦。那立刻他淡定安抚民众说：“总统在这里，不要害怕哦。”是笑着讲的，而且他告诉大家说：“这是卫星，不是飞弹，闷环漏，不要紧，总统在这边，不要紧，发生什么事情，总统都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也许现场的民众觉得不害怕了，可是第二天我们看到柯文哲讲说，蔡英文说不要怕。讲这句话才让大家害怕哦，讲这句话才让大家害怕。第一个，如果发生事情，国防部会发出错误的信息怎么办？如果真的飞弹来了，你国防部会发出错误信息，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你？老百姓未来可能都不相信啊，就是刚刚大家来宾讲的，狼来了怎么办？国防部之前都没有演练过吗？哦，所以呢，当蔡总统说你不必要害怕，我们才开始要担心了。很多民众都说啊，也很多的观众说，昨天蔡总统这么淡定的露出笑容哦，跟邱毅人很像哦，发出一抹这个神秘的微笑哦，那时候很像，是不是在选前有这样子不寻常的动作？是有人在操作什么吗？来，请教董哥。我相信他是一个不小心啊，但是你要了解，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安。空军作战司令指挥部他以前叫司令部，现在叫指挥部。这个人升上去往往就是空军司令因为他是空军最重要的单位。他在公馆那边蟾蜍山嘛，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空战一定是打电子战嘛，所以他的外文绝对很强，因为他一定常派去美国受训，我不骗你，不然升不了他了。好，那大家看就是说这个出来，当然他的引起的恐慌是很大。可是我也很庆幸啊，他如果是1月13号上午8点发布的，大家这样是，然后国家就发布，哇，你看哇，那这个氛围根本就影响选情了，不用讲了，你也来不及求证了啦。我告诉你，所以现在来其实对那个对民进党不一定是好的啦，因为这几天会被调侃，会被哭手嘛，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误事啊。我觉得台湾现在最重大的国安问题，我刚都在偷笑。蔡英文抓着陈其迈看那个手机，他可能不是在看那个你上面是什么，他看你有没有录音功能啊。今天台湾到处都是国安危机，你知道吗？真的，你有时候会想说这种国安危机有什么？我告诉你，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海军的雄三飞弹就这样按了就出去了。如果是打到对岸的基地，你会怎么想？对岸一定还击，好小子，你一上任就打我，对不对？他是7月嘛，蔡英文5月上任，你一上任就开始要打我，来啊！你打我1颗，我打你3颗，两岸不知道打起来。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国安里面最危险的就是擦枪走火嘛。那你擦枪走火你英文错了，给那些外国人看笑话，然后也让他们担惊受怕。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这等于说俄乌战争以来被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嘛。那是不是真的开打了？对不对？外媒会，因为我们常接到外国的朋友在问嘛，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氛围。那台湾的国安危机很多大家记得川普落选的时候，川普落选要捣乱参谋总长会议联席会议的主席密令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参谋总长说，如果我们他做成任何决议，你们不要信他不能代表美国。那川普还没卸任呢，还是美国的3军统帅，密令打2次，你知道吗？他怕的就是擦枪走火，万一川普下令说我们要攻击了，中国大陆说你下令了，我先打。那就打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安危机，其实在这里就是很严重。你看日经的飞机听错了，结果海上防卫厅就日本就发生了灾难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非常严重在这里。那我们看到政府这些漫不经心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猜测？因为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其实是很重，知道说民进党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法来选举。那过去台湾的选举那些比较
不入流或者被民众骂得半死的奥博啦，其实都跟民进党有关，而且他是获利者。从民国87年的吴敦义那个录音带，那个证实是变造，可是证实变造，陈水扁都已经当总统了，吴敦义是87年呢，陈水扁是89年呢，你可以看到，所以影响选举啊。黄金英的走路工也是假的啊，结果黄金英输了，对不对？那2颗子弹更不用讲，所以我们看一桩接一桩。很多人会觉得说，民进党一定会在用什么样的手法？那当然，他用的最顺的就是4年前的总统大选，抹红，然后刚好有个反送中的背景，2019，然后接下来就个王立强事件嘛。现在找不到王立强，那大家就想说，是不是民进党要出这种抹红的奥博出来？所以它变成整个社会上的纷扰。那我觉得说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知道在选举里面。各种因素，你如果来不及澄清的话，那个票都投下去了。这是民进党过去很喜欢用的方式啦。那你记得那时候2颗子弹，我们就坐在车上看，台湾真的很多电线杆上面写1号中国人，2号1号台湾人，2号中国人，对不对？电线杆上面都贴成这样，为什么？因为民进党的基本是什么？是国民党配合共产党要杀台湾的总统。要杀陈水扁，那时候他基本就这样啊，所以可以看到，完全用这个在操作。那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也是用这样操作嘛，中国大陆在打压。那如果一直被民众认定是这样，后他自己的支持者也知道说这是我们阵营在做的一个手法，那台湾就完全没有公信力了。所以由这个事件里面看它的严重性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安问题太让人家费解了，就是说怎么这么松散，对不对？一个小兵就可以把一个飞弹打出去，对，然后一个中将就可以发布一个国家级的命令。那你知道台湾我们天空有多少卫星吗？5000多颗。光马斯克一个人马斯克一个人就花了3500颗。马斯克一个人，他发一个卫星，我们就要发布，不可能嘛？因为那个卫星在那里，我们地球自己会转，你自己会去碰到卫星的范围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当然，国防部不敢惩处，因为惩处怕说他是错了嘛。但是你这个要怎么去替国人说明？因为大家变成人心惶惶的话，那就是一个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一个政府最大的资源就是民众对他的信任，现在显然荡然无存。其实连吴怡农他也提出了质疑，希望国防部能够说清楚。我们来看看报道。9号国家警报大响，正在主持外媒记者会的吴钊燮也收到了。The PRC has fired a satellite in this region and is went over Vietnam's airspace, so that's okay. 是太匆忙了吗？吴钊燮把飞越南部上空看成飞到越南，这也让现场外媒提出质疑，更反问怎么中英翻译不一样。I did not read the English alert, but from the Chinese alert, it looks like they fired. A satellite, and of course, satellite is carried by a rocket, and where the rocket is overflying our sky, some of their tubes will fall or debris will fall in this region. 呼吁大家别紧张，只是国防部的用字现在也让卫报开酸，其附图还是引用 TVBS 的新闻画面，令吴怡农脸书 po 文很不幸，国防部在选前3天亲自示范如何散布争议讯息，提出3点质疑，分别是英文用字不当、发送警报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发送警报后希望民众做什么。还有赖办发言人赵怡翔也在争论节目直言，国防部发这种简讯对民进党的选情有伤。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不分政治而发出的讯息就是说国家本来这个重要的警报讯息本来就不会看到任何的选举任何的政党任何的这个选举议程而做成决定，我想这也是应该的事情。是被关切了吗？因为绿营目前几乎以统一口径，选举期间国家安全跟两岸稳定一样重要，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为了选举，而是应该建立起一套国家级的防空警报的规范。毕竟国防部也属蔡政府一环，总统府深夜也定调对岸的卫星发射，以排除政治企图，似乎想替舆论止血。至于国民党质疑国家级警报是否花人民的钱，答案没有。
昨天晚上宣布了一个事项啊，他们的商务部说，从这个未来可能要把我们 ECFA 的关税减让，包括农渔、机械、汽车零件配件，都会是这个减让这个优惠取消的对象。还记得吗？今年元旦其实已经有一波了，这个取消早收清单，包括石化产品，现在又加码了。那我们的政府该如何因应呢？来看看报道。大陆商务部宣布，继先前终止12项石化产品关税减让后，接下来将进一步研拟终止更多 ECFA 早收清单中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和纺织产品的关税减让项目。自公告发布以来，民进党当局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大陆刻意在选前出招，农业部回击表示，销往大陆的早收清单农产品减少，关税减让只有417万美元，影响不大。陆委会也反批对岸一而再的借选作为，只会适得其反。就是中共的这个建选的手段一直都存在，那他们禁止我们相关产品或者取消相关产品的优惠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放。开放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时间再做禁止。针对近期蔡政府和美国频频指控借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直言，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但是对台独没有妥协余地。首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选举呢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不是外交问题。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痛批中共借选，大陆官方强硬表态，限缩 ECFA 不手软，要痛打台湾经济软肋。好，我们看到赖清德有回应，他说这是以商逼政干扰选举是胁迫。好在我们台湾经济已经分散全球市场，我们已经分散了，所以不用害怕。来，委员，这个真的是这个。张着眼睛说瞎话，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那个。我记得这个议题观众朋友，他其实 ECFA 的这个 issue 呢，是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启动调查，所以民党政府呢，其实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他可以来处理，或者最起码他有一些规划的因应。可是我们看到民党政府呢，这过去的8个月以来呢，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反倒是他的官员呢，不管是农业部的部长也好，或者是经济部的王美花也好，农业部部长是讲说这个是短空长多了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短空长多的依据在哪里嘞？”他的讲不出来，然后讲不出来之后，在当天我们质询的当天下午，《自由时报》马上就出来就说：“你要这个资料呢，是因为你要泄露我们的机密给对岸。”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政单位荒唐成这样。那王美花更说呢，王美花更讲说：“哎呀，这个不重要，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不大。”可是观众朋友。事实上的真正的实情是，早收清单，我们大家都知道 ，ECFA 呢，它在 WTO 体制之下，它原来是一个唯一的一条路径，就有点像你 FTA 一样，唯一的一条路径是可以你是有特别待遇的，否则的话，你应该是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或者各个经济地区都是一样。可是这个 ECFA 当它被终止之后，对我们的影响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大那我们从过往这个数据，我们因为 ECFA 呢获利多少，其实这个并不是林非凡他可以出来，他当初反服贸等等，他要去讲。我们如果可能从实际上面的数字来看呢，它就是对我们是有利的。好，你现在要把这个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取消掉。我简单的问，我在立法院也曾经问过，你要把我们这一部分的百分比往全球哪个地方分散？民党政府呢，我在总质询的时候问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提到说，哎呀，这个数字很小啦。然后呢，我问他说你要往哪里把这个百分比移过去的时候，他讲说，那个东协不是，就是那个新南向新南向的这个国家里面，他要移到那个地方去。可是我们再去查数字的时候，发现呢，他花了我们老百姓将近500亿。它提高的百分比不到就是2%这2%。那你想想看，我们要从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对它的这出口的部分呢，从4几%，去年已经降到30几%。但你问题说，你从3几%，你要把这些 percentage 移到哪里去？然后我们看到实际上面的，就是说，他现在所说的任何的方式，他没有采取。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急我个人很急的一个原因呢？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在 ECFA 里面呢，你是有协商机制的。你只要启动这个协商机制，你在30天之内你启动这个协商机制的话，那么
对岸他在你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以把你这个终止掉。那所以呢，你好歹你要释出你的个善意，就是说你要启动这个协商机制。第二个，其实里面 ECFA 里面有一些的项目哈，有一些项目我们是不让中国大陆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的水果进来哈。可是问题是说你是开放给其他的国家，所以你只要释出一些的善意来做的时候，将来你在 WTO rule 之下，你还可以讲。可是你今天民进党政府从头到尾，他可以做的动作，他完全不做，他只做一项政治操作，他就是张着眼睛说瞎话，跟全民讲说没有影响，影响不大。那我跟大家报告啊，其实有时候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调查，它其实跟政治，其实它是常常在进行。比如说我们讲中国大陆对于欧盟的部分，它现在白兰地的部分，它也在调查这个反倾销，然后对于我们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对中国大陆部分有没有反倾销调查也有啊，也同样是有啊。他们对我们调查反倾销的毛巾啦、PC 啦等等的东西，这在国际贸易上面来讲，其实是很常见。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实际上面既然这些的贸易的壁垒的这个调查，当它启动的时候，你真正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采取行动。我们用一般的诉讼来讲，原告告了被告之后，被告呢他完全不去开庭，然后也不递状子，然后也不理会，然后呢最后面呢被告会不会被判这个败诉？会嘛？很明显的就是说，大家用这个一般的常识来判断，你就知道，当你被控诉的情况之下，你该做的动作你还是要做。你到 WTO rule 上这个相关的规定，或者你走 ECFA 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都是你必须要走的。可是你光是不采取任何动作，光是空口说白话，光是想要给老百姓花老百姓的钱，洗老百姓的脑，跟老百姓讲说没有影响，最终的结果呢，它就是有影响。最终受害者是谁？还是我们老百姓？是 ECFA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让利的一项协议哦，讲白了就是不平等合约。那现在他说我要平等哦，我们要公平贸易，我不要再让利给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今年元旦的时候已经宣布了，石化的业者有一些项目我取消让利哦，就是我让你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包括关税降低啊，或是免关税。那现在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农渔哦，就是我们农产品、我们的渔产品，还有机械、汽车这些，可能它也要取消了哦。所以未来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不知道哦，可是一定会有冲击。我们看到我外交部强烈不满与谴责哦，我们的政府部门是强烈的谴责哦，不满，然后说你在介选。可是我们看到前一波被取消关税让利的石化工会相关业者已经很着急了，他们呼吁政府你应该正式冲击，告诉大家该怎么做，该谈判的、该协商的哦，还是怎么样，你要赶快进行哦。建议政府跟中国大陆建立协商沟通的管道，因为哦，这个会有上下游的问题哦。石化业者底下有很多，包括医疗啊，包括各种的这个行业，可能都会有连带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政府好像没有要处理的意思啊。来，先请教乃金。我觉得他这个 ECFA 的这个问题哦，现在赖清德他们这边摆明的这个态度呢，其实就是就算是断了 ECFA 也在所不惜。所以说他的你选择赖清德，选择萧美琴，你未来的这个结果就会是我们一切就随便了，就随便哈，就说因为他们就随便这些会受到影响的石化业、机械业、这个纺织业哈，就是说他们就等于是因为他们无计可施啊，也没有办法呢重新呢跟大陆呢针对这些议题呢来进行任何的这个沟通。然后呢，虽然说这个政府是讲说，哎，你应该回到这个 WTO 的这个框架下面去谈这个问题嘛。但是现在呢，很清楚的就在于是说，你回到 WTO 也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因为呢，在 WTO 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呢，我们明明就是在有关于 ECFA 的部分是大陆让利给我们的，那你要怎么去寻求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呢？更何况呢 ，WTO 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呢，它现在呢，虽然它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一个方式哈来去处理，但是我们知道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它已经瘫痪在那边非常多年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呢，不管是现在呢已经开始课关税的这个石化业，它从本来是0嘛，它从2%到这个12%，然后你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纺织业啦、工具机啦，好这些的这个产业。
我们要知道啊，这些的这个产业，它现在呢所能够维持的这个利润其实并不高哈。然后呢，你有这个关税上面的优惠呢，对于这些业者来讲呢，它还是获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它牵涉到的呢是传统产业，那传统产业呢背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就业的这个人口啊。虽然说的确是因为最近这些年下来，因为美国也在要求这个分散市场嘛，更重要的是大陆方面呢对于环保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有一些呢是属于比较污染的一些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呢，他们也都必须要去往外来移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呢继续呢在中国大陆呢进行这个出口或者是生产留在台湾这个生产的这些的产业，它牵涉到的这些的就业人口，其实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就政府它现在呢就冷冰冰的，就是告诉大家说，哎呀，其实我们都已经该转移的就转移了啦啊，影响的很少啦。然后这个特别是有牵涉到农渔的产品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依赖的也都很少。但是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单。好，不管是石斑鱼啊，每一个单对于农民来讲，它可能就是他一整年的8成9成以上的收入，哎哈。但是我们现在态度摆得非常的这个明确，所以他的选择就变得很清晰。就说如果说是赖清德、萧美琴当选的话，那这条路就是断了。来，议员，我先提供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好，在马英九的时代，我们的出口成长是14%。在蔡英文这将近7年多来，我们的出口成长是74%。那大家也都知道，经济学我们在市场上面，我们都会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好，那所以现在在国际的情势之下，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很多国际的产业链是纷纷出逃中国呀。好，盖洛普、先锋这些美国的大厂，其实都已经撤出中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ECFA 的事件，其实这也不今天才发生。中共每次到台湾要选举的时候，大概都是有这种以商逼政的这种模式来出现。但我要说，为什么台湾其实要继续这个坚持走在对的路上？哈，我们看到我们的猪肉，那其实相对于中国，其实近年来它深受这个中国猪在非洲猪瘟的影响之下，大家也看到非常多中国的报道。他们其实买不到猪肉的。那我们台湾除了我们严格的管制，让我们的猪瘟可以控制，然后我们的猪肉，台湾猪肉可以成功的拔针，现在甚至是可以出口到日本。日本这个美食大国，大家去日本一定是吃日本牛啊，吃日本猪在地的和牛，吃在地的美味。结果现在台湾的猪肉可以出口到日本，甚至做成便当。我觉得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更要小心。其实中国长期来就是以这种以商逼政的方式在逼迫台湾，所以 ECFA 这件事情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断掉就好了，是不是？现在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认为，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自己产业的竞争力。就诚如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大家很显然一件猪肉，我们可以销往其他的国家，我们或许会有更好的经济收入，而且是更稳定的。OK， 好，进一下广告。